今天要跟大家谈两个题目，就是习近平每一天丢一个城池，再来就是川普对内，他斗局要抓内鬼嘛，那抓内鬼呢，就是要把钱还回来啊。他不是说我内鬼抓到了，那钱被花掉了就花掉了。好，那所以先谈第一个，川普现在对习近平每一天动手。每一天动手，其实我想可以用3个主题来谈这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再的谈的，在 AI 的时代，中共已经跟不上了。为什么 AI 的时代中共跟不上呢？因为你用错误的讯息骗自己，你用错误的讯息建立了一个你以为的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是假的，你可不能把它当真拿来用。所以当你真的把它拿来用的时候，你不但会慢半拍，你还会判断错误。慢半拍还算了，你判断错误。可是川普不是啊，川普现在带着一个 AI 团队，他们每一个人从他的白宫发言人到伊隆马斯克，每一个人通通不会讲错话。为什么？你试着用 Grok 在你发言之前，帮你做一个待会我要简报的大纲，然后你瞄一眼，大概有4个大纲、5个大纲，其实很容易可以记得。你再记不得啊，以前我们偷鸡摸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我们考试为什么可以强记呢？我其实是强记的能力很差，所以我很怕考历史地理。那考历史地理怎么办呢？尤其三民主义我是考得很烂的，那成绩要拿到手怎么办呢？三民主义我都是这样子，进考场之前呢，我就把那个标题如果是4个标题的话，我就把第一个字背下来，第一个字可能是天下太平，然后背下来之后呢，我拿到考卷啦，然后我就考卷把它翻过来空白，我就把天下太平写下来，然后可能有几个啊，我才不管那一题有没有考呢，先不要看题目，我就把我记得那些标题通通都抄下来去，就把它把它抄在那个空白页，然后翻过来就开始看题目。哦，我猜题有猜中，然后刚才抄的那些东西，我就再把它抄一遍就好了。那我出了考场之后，你再问我一遍，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记得的。我对于这种我很痛恨的科目，然后我不得不考试的东西，我都是这样对付的。所以今天有 Grok 帮忙，有好的 AI 帮忙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你永远不会讲错话。你每一次就把大纲准备好，然后标题准备好，除非是那种连大纲都背不起来的人，他一定要看稿才帮他讲话的人，完全没有自信的，那没办法，他只能看稿。可是有 AI 的协助之后，以前1个月大概只能做1、2件事。你说我1个礼拜处理1件巴拿马，然后下个礼拜我再来处理格陵兰，那应该已经很厉害了。你会被国际视为是麻烦的制造者，你会被这些被你折腾的记者啊，他给你下笔不留情。你可不可以休息1天啊？可是今天不是啊，今天他一天可以有3件大事宣布，而且不会出错。那你接球接不完，你也没有时间再去研究要怎么去毁谤他，或是污蔑他，还是要去造假，都来不及，因为下一个例题滚滚而来。我觉得川普已经找到了怎么对付谎言的方法。那全世界应该要对付谎言或毁谤或是污蔑，以及这些深层政府或是这些主流媒体，最厉害的人大概是川普以及川普的团队。因此现在习近平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了。你看最近几件事情啊，中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反应了。包括现在国务院啊，美国国务院啊，他更改了他的网页上面的对台关系。那这个对台关系其实在2022年被更改过一次，没隔几天呢，又悄悄的被放回去了。那过去这些更改啊，台湾或是一些拿台湾钱的这些所谓的智库，从来没有人敢出来邀功说，哎呀，这个是我去游说的，哎呀，这个是我去努力的，所以国务院改变了对台湾的这种态度，从来没有人敢去邀功。为什么？因为这从来都是国务院自己决定的。可是这一次，
我们可以确定，国务院这一次为什么更改对台的这个态度呢？把台湾的地位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呢？我相信那些台派的前辈们，应该今天都非常的开心。那开心之余，应该要想一想吧，到底是谁帮忙的？哎呀，你应该要谢谢习近平。为什么是中共帮忙的呢？因为是他去提醒川普啊，他提醒川普说：“嘿，你是不是把这个不支持台独进一步把它改为反对台独？然后我们再来谈乌克兰的问题，还没有谈到核武哦，我们再来谈乌克兰问题，我们再来谈中东的问题。结果川普现在自己把乌克兰问题解决了，自己把中东的问题解决了。”把中共踢到一边，这些东西你都不要想来分一杯羹。然后呢，也顺便把台湾问题解决了，因为是你提醒的所以呢，这次我们真的还应该要谢谢习近平。所以之前有人说什么，我们习主席被骂得要死，对不对？高金素梅嘛，哈。这次我觉得台派的这些大佬们，台派的这些长辈前辈们应该可以谢谢习近平真的。你就不要提醒他，你就不要提醒川普。那接着我们可能要希望这个习近平去提醒川普说，你千万不能来台湾那后果就是他的空军1号川普的空军1号大概第2天就停在松山机场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务院网站怎么更改更改的东西是非常细腻的就是即使是更动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好，来我们看它怎么更改。这个是英文版所以如果你上美国国务院的网站那很简单，就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上去了它就是 state.government 就可以进去，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台湾嘛relation 我们 US 的 relations with Taiwan。当然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就看到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其实没几个字，对不对？那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他把旧版的东西把它改掉了那讲一下历史，这个是中央社的报道这个是华盛顿的时间15号，就是事实上就是今天啦。那他更改这个网站他说长期以来叫做不支持台独。然后希望两岸的分歧可以呢，怎么样尊重两边的决定嘛？所以什么一个中国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之前国务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更改也可以呼应众议院有20几位共和党的议员要求就是说改变一中原则嘛。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呼应了那他怎么说呢？过去为什么不支持台独？我曾经解释过不支持台独是因为台湾独立的在那个阶段的状态呢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所以他不需要去支持台独。但是他要不要反对台独？无从反对，因为著民自决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他只是不支持你，但是著民自决是天经地义，他没有办法反对。所以反对台独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拜登或者现在在川普，这个都是做不到的事。可是川普进一步的把不支持台独拿掉，其实这个就是 common sense， 符合正常的认识，这个就是常识然后把这个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些文字呢，其实本来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拿掉了所以我们看新版的呢，国务院确认台湾是领先民主政体的科技重镇，而且是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重要伙伴，双边具有稳固的非官方的关系。这个部分可能还会再改变了然后呢，网站写到说，美国跟台湾透过美国在台协会持续扩展合作，然后台湾已经是美国在贸易啦、投资啦、半导体以及其他供应链还有投资审查，还有科技、健康、教育等等领域的重要伙伴然后他重申这个他
对台政策数十年来保持一致啊，然后横跨历届政府，然后美国长期以来遵守的一中原则，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以及对台6项保证为指引，他不会接受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我们期待两岸分歧能够以和平、不受威胁、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化解。然后呢，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之前拜登的状态是，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然后我们不支持台独。这个部分呢，他把它拿掉了。好，所以非常的重要。那很细腻的哈，就是新版呢省去了我们的能力抵抗任何诉诸武力哈，然后旧版哈没有提到台湾民众，只说到 of Taiwan 哈，这是不对的，因为台湾关系法本来就是要支持台湾民众能够呢享有民主，然后保护台湾民众的安全。因为台湾关系法当时甚至提到了当年有多少台湾人，总共的人数，这是美国的义务哦。好，那这个非常重要。我看还有人留言说什么？说有人提到什么东西，是不是？不同的评论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态度了哈。然后好，不同你说陈文茜报道啊，好，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重要，嘿。所以回来我们看哈，这个卢比欧态度只会比川普还要更强烈。像这个版本呢，有卢比欧的口吻在里面，但是我相信这个是川普同意的，这是他们有共识的立场啊，才会把这个东西放上来，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至于说一个中国的原则呢，我说实话，这个就是卢比欧的办公室的不要再讲下去的人跟我说的，就是当时我们有这样子有机会一起吃饭哈，所以聊天的时候讲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时候，我很喜欢问国务院的官员，你们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意思哈？那他哈哈大笑说，一个中国啊，一个中国就是地球上地图上只有一个中国啊，我们不会搞错的。那原来如此，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嘛哈。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现在对于什么叫做墨西哥湾要变成是美国湾，他非常在意的、介意的原因，就是这一群人呢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大概比较有钱的人呢，是拿着城市的地图在看哪里有一块空地啊，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买下来？那川普不是，川普是拿着整个全世界的地图在看啊。哪一个国家他可以买下来哈？当然是，这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是在这样干哦。他看的是更大的东西，所以对于美联社不肯更改这样的一个称呼哈，没关系，我尊重，这是你的自由。那我也不会排除我们每天都有记者会哈，白宫的记者会你通通都可以来，我们新闻发布会你也可以来问问题。可是呢，椭圆形办公室空间本来就不大。那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 privilege， 这是我的专利啊，我的权利，我要不要邀请你来？我们保留我们的权利，因为那空间不大，不可能每一个媒体都邀请啊，不然你说我们要捍卫新闻自由，中央社也可以去举手啊，你说我也可不可以去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去采访？你说不行啊，你是台湾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都挤不进来了，那为什么 BBC 可以进去？那对不起，这个是我们的权利，这个不是你的权利哈。他说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受邀到白宫去当一个专属的记者，然后做新闻采访，这不是你的权利。所以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们没谈，因为太多大事了，其他毛毛雨的事情我们不要讲啊。那太多大事了，就是美国的国防部本来五角大厦他们有很豪华的空间。是专门给几个大报社在用的，大的媒体在用的。
现在他们也腾笼换鸟了，感人了。那他们觉得不公平了，你是不是现在要用这个亲川普的这个媒体，比如说 Fox 啊，你就把它放进去了，那把 CNN 这些人都赶走啊，纽约时报赶走啊。那川普的政府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解释呢？就像你之前可以进来，我不需要给你理由，现在我请你离开，我也不需要给你理由，因为这不是你的权利。如果这是你的权利，那我不应该侵害你的权利，因为这不是你的权利，这是一种 privilege， 我特别给你的。如果我给你特许这个特权，你不珍惜，那对不起，我就把它没收。这个并没有侵害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哈，所以很有趣。他呢，所有的细节不会说因为治国很忙，然后每一天这么多大事在处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非常细的事情。没有，你越是提醒他呢，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就把那个事情也顺便处理了。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据说很多媒体都说到这件事情，就是习近平最近又惊又怒，天天骂人，尤其王毅被他骂得要死。王毅当然被他骂嘛，你都承诺的，你怎么做台湾就可以怎么样屈服，你怎么做美国就怎么样，然后一带一路怎么控制的不错，结果现在一个城池一个城池掉，而且是一天掉一个城池，这个比一天有一个国家跟你断邦交还要严重啊！因为这些跟你结交的这一些小国都要靠你养，整天就是伸手牌，对不对？就你今天不是，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掉。你过去投下那么多的投资，我其实也搞不清楚，中国好不容易走出当时整个文革、整个贫困，甚至大饥荒、人吃人，你好不容易走出来，你加入了国际的组织，你在经济上面可以让民众、老百姓可以有一口饭吃，然后这些老百姓还不会怪共产党，让他们变得非常的贫困。你去看看新加坡，看看香港，看看台湾，看看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哪一个人不是过得富强康乐的？结果你因为改革开放，总算口袋里有一点钱了，你还感恩戴德说是共产党养活了大家，养活这么多人不容易啊，真的是脑袋有洞啊！如果不是他掠夺，不是他迫害，今天中国人不是这样子。就像现在又开始要回去过苦日子，是谁犯的错？不是别人对付你啊，都是你自己穷兵黩武，要对付全世界。那当然是全世界要围堵你嘛。过去在拜登的时期，他是结合其他的国家来围堵你。那川普好像没有结合其他的国家，他不但退群哦，而且今天骂北约，明天骂谁，都说你们这些国家没有负起应该要尽的义务。虽然他退群，可是这些国家有没有因此而拥抱中共？没有啊，他们自己扛起锄头也要来防卫自己啦，只是付的是自己的钱，付的是自己的代价。每一个人都要觉醒，不能当巨婴，国际巨婴太多了，长期以来依赖美国的国际巨婴真的太多了。那你把美国压垮了，等到这个所谓的国际警察也扛不起来的时候，那个集权不就趁势而起吗？可是现在川普不一样啊，他把一些资金投资通都吸引回去美国，让中共的资金断流，然后呢，把你一带一路在一个一个重要的断点把你切断，然后几个本来就不应该被你盘踞的，像中东啦，像巴拿马啦，像格陵兰啦，这些通通都把它收回来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哎呀，我的据点被拿走了。其实不是啊，是过去的美国的总统不给力，做事你伸手到这些地方，其实要拿回来早就可以拿回来，而且有的是方法。现在只是刚刚好而已，而且我们过去的判断一直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将会恢复正常化。我相信也是所有的媒体，我们非常大胆第一个讲的。现在是不是照着那个趋势在走？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是常识，完全都是常识。
因此我认为未必会很快的要建交，但是互派大使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本来你派的就是大使级的，你本来就是派大使级的官员，那你不叫他大使，不是把他降等吗？不应该这样子，人家扛起的是一个大使级的任务，你就应该要给他大使级的荣耀，不是吗？好，这个是应该的。好，所以呢，现在这个层级，这些城池丢光光啊，习近平其实不能怪别人，他应该要怪自己。而且最严重的是以色列，以色列我认真的说哈，我昨天介绍这个作家哈，罗森伯格，他非常的重要。他的这个新书已经有朋友去买了他的所有的小说了哈，也希望如果你看完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心得。就是他明示暗示什么？中共才是以色列的最首号的敌人，他已经把中共列为以色列的首号敌人了。然后他还提醒美国、以色列跟其他的欧洲西方的国家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他说要打，他是真的会打，你不要当作就是说他是在开玩笑，所以要防范于未然，慎重又慎重，要防范于未然。那以色列防范于未然的方法是什么？他在前年的10月被恐攻之后，他的防范未然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领导先走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中共，你不要蠢动，你只要蠢动，让领导先走，马上行动。而且现在他们的情报收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第一个，声纹的比对，然后你这些通讯要不要上卫星？只要一上卫星，声纹比对就会被抓出来。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快就可以判断？你那时候找了哈马斯，王毅找了哈马斯，在去年年中在北京开大会，你们要干嘛？你们不但从地图上2次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拿掉啊，那什么意思？以色列还跟中共有建交哎，你把人家国家从地图上拿掉，就是要把它消灭掉嘛。然后还承诺哈马斯要让建都在那个建都在哪里？建都在不是巴勒斯坦，监督在，我现在想不起来。以色列，你看我现在还在那个昏迷的那种状态中哈。他让他监督在现在美国大使馆在哪里？以色列的首都。你们写名字给我哈。那你要让他监督在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要灭掉以色列嘛？那凡是要灭掉以色列的，以色列会放掉你吗？不会的。好，耶路撒冷，谢谢。好，那所以以色列锁定了中共这几个领导。那一旦美国开绿灯，川普开绿灯，那他们就会动作。我相信这个绝对不会让人家太惊讶。而且以色列其实在让领导先走的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承认事情是他做的。那所以当中共这些领导先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尤其时不时就传出来说习近平身体不好，然后下面接班梯队已经开始在抢位置了，是不是？所以如果要把习近平让他先走，如果可以世界太平的话，那以色列的行动，我觉得这是不会让人家太惊讶，这是在想象之中啊，不会让人家太惊讶。而且对他来说，复仇只是刚刚好而已。台拉耶夫好是他现在的真正的首都的位置了哈。但是耶路撒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嘛哈。不止美国大使馆已经搬到耶路撒冷了哈，重要的是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他们说要建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告诉你什么，他要把以色列灭掉。那这个都是靠着什么？情报的收集，包括声纹的比对，包括卫星的控制，
当哈马斯这一群人离开北京的时候，其实这些大嘴巴就开始叽叽嘎嘎讲，你看我们得到了支持了，我们这次又拿到了多少武器跟这个现金，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结果才一刚回到伊朗，对不对？马上一颗炸弹引爆，领导就先走了，接着然后就一个一个、一群一群的走，这怎么不让习近平心里惊惧呢？那当然他会想要挖一个地道，想要挖一个地宫，把自己藏在里面嘛，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些毒夫我们说过了包括希特勒，最后就都是死在地洞里面的，因为你地洞越挖越深要么就是地洞的门口被叛徒一个炸药把地洞的门口给封了，永远出不来，要么就是自己把自己弄死在里面。这些历史从来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每一个人的命运大概类似的人会有类似的命运嘛所以说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说完这个，我们就来说这个川普的Doge那个省钱大秘法。这个省钱大秘法，全世界应该要都 copy 拿来做 ，copy 拿来用，因为已经说了嘛。现在加州已经举手就是说，我们加州应该是第二个Doge应该要来的帮我们这个州因为川普只能做联邦的事情，他不能插手到州的事务里面。可是已经有州的议员举手要求伊隆马斯克，你下一站是不是可以来加州？有这么多的预算，加州是这么富有的一个州，结果搞到最后现在负债好像是300亿美元嘛。然后光是什么移民的安顿，你这些非法移民让他住旅馆，那为什么非法移民越安置人越多呢？很简单嘛，那个叫做什么80-20的原则。这个我相信这整个贪污腐败的方法，很快的Doge整个团队都会查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可是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很多游民，然后这个游民呢不但不走，而且越来越多，你就很纳闷呢。那你应该要去观察，就是时间到了就会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崭新的这种皮卡pickup 卡车载着便当就来了，然后就来分便当，便当一个看起来也是漂漂亮亮的看起来也是品质不差，然后领完便当的人就继续固守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可以领到好吃的便当那你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心人呢？因为你要有人开车准备便当然后每天的便当是多少钱呢？这钱从哪里来？从政府来从政府来州政府有一些还是从联邦政府来的钱，然后依照82原理，就是负责分派的人分到8块钱，然后2块钱拿来做便当，所以便当也确实吃到了，8块钱也确实落袋了，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每一天来分便当。而且这些游民还不可以离开，为什么？你离开了，那些分便当人就没工作了。因此呢，你越发便当越救济，人就越多。一样旅馆，川普不是已经收回了那些要安置这些非法移民的旅馆，收回多少钱？9000万美金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去住那么贵的旅馆，而且这个旅馆的费用比一般的旅馆费用贵2倍。我觉得贵2倍可能有道理，因为一般我们去住旅馆的时候，我们不会非常糟蹋那个旅馆。可是非法移民呢，他可能旅馆什么东西就跟一只二哈一样，他可能拆家所以这个旅馆租给你，可能到最后我要全部重新装潢，甚至家具要全部换一遍，所以不划算，2倍才有办法租。我倒不觉得2倍的价钱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样，根据82原则，为什么会那么贵？因为我们知道排价的旅馆的费用不是真的出租出来的费用，这中间有很多中间商旅行社啦，
或者是网站啊，这些旅游的网站啊，所以真正落到旅馆口袋里面的钱，可能只有牌价的2成。因此，有时候他们特价用3成或是4成的价格，在特价只有自己旅馆的网站才有的，他仍然是赚。因为你如果直接跟他买的时候呢，他赚的更多，不是吗？啊，不要有中间的这些中介嘛，哈，这些中间的力量介入嘛。那这些中间的力量介入，人家也给他钱啊，这个也应该要给，也不能说他盘剥他，剥削他。可是如果你直接跟他买，他当然可以卖得好一点，他的收入会好一点。所以今天加州出了问题，就跟这些非法移民有关啊。这旅馆费到底谁拿走了？无独有偶啊，其实去年我们就介绍过这件事情了。当时英国对不对？英国出了一个大暴动嘛，然后英国首相当时就威胁伊隆马斯克说怎么样？你不可以用你的 X 来散播我们英国街头的这些冲突，不然的话我们就用这个重罪来办你。那奇怪了，我讲的都是事实，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根据我们英国的法律。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副总统 Vance 啊，他跑到德国德国有一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然后他这场会议里面，他的全部的演讲都说啊，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中共跟俄罗斯啊，他们在主张集权或者在穷兵黩武，我现在担心的是欧盟这些盟友，还有英国啊，你们现在在迫害言论自由。他讲的话没有根据吗？有啊。你们如果不再坚守民主阵营，不再坚守言论自由的话，那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你们再也不是我们的盟友了，不是跟我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吗？你们往集权去靠拢了。好，所以川普要追钱，包括台湾现在被发现说有人拿了什么索罗斯的钱，好吗？你们坚持说你们拿的是索罗斯的钱，你们拿的不是 USAID 的钱，没有关系，你们拿了索罗斯的钱。那不管怎么样，川普要追回来啊。川普不但要追旅馆费，像这种乱发的什么 DEI 的钱，他当然要把它追回来啊，这是违法的。好，那我昨天承诺了，我要去破解，因为我知道确实有一些钱是这么给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钱也是这么给的哈。再讲一次，有很多国际的救援的钱，包括联合国的钱，我以前说过了。我知道有几个年轻人，台湾他们在帮人家做洗钱的工作。你明明是要去发粮食的，但是呢，中间有人剥削了，然后这些人愿意去当人家的人头。我说你这个有一天会出人命的。那他们怎么做呢？就是比如说从联合国出来的钱是100块，那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变成50块了。到达第一个单位，第一个单位呢要负责再往下发，然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盘剥，到最后真的有没有去买粮食送到那些贫困的国家？有，可是有没有原来拨出来这笔数字？没有。好，所以他要不要去做 KPI？ 未必。也就是说，只要你最后粮食有到位就好了，他不会去彻底的去检查说你送到的是什么粮食，是不是已经过期发霉的，还是说数量是怎么样。他只要你回来的数字，这个文件 paperwork 都符合就可以了。那如果我刚刚讲50-50还算是客气，82原则据说是他们的常规，所以从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只剩下2成了。好，那台湾这些单位如果也是照这样方式来拿钱的话，方式就会是这样子啊。我说这个是如果是照同样方式哈，我不确定，因为我相信DOGE他们一定可以查出来。那这个方式就会是 USAID 离开 USAID 的时候，到了这个所谓的索罗斯基金会或是其他的白手套，就已经是82原则了。那索罗斯基金会就必须要设法把8成用各种方法回到他们指定的账户，然后2成往下发。
所以索罗斯必须要给 USAID KPI， 他必须要说明他钱到哪里去了，然后钱继续往下发的时候，这些单位呢，只要完成你的 KPI， 那他不需要再给你报告。比如说我们的事实查核基金会、事实查核中心，他不需要再给你报告说，总共做了几件事实查核，你满意吗？好，不需要。或是 DEI 啦、性平啦，他不需要去做报告。可是他把钱落袋的时候，就已经帮你完成了什么？帮你完成洗钱了。好，那这整个一连串的洗钱，川普会不会追到底？我不觉得他不追既然是我纳税义务人的钱，而且现在又有 AI 协助，应该会追到底的。而且我非常的期待他追到底，他追查到真相的那一天，公布的那一天哈。我觉得应该那一天要去门口放一串鞭炮，真的，我真的会到门口放一串鞭炮哈。总统府门口不能放鞭炮了哈，我就在自己家里门口放一串鞭炮。现在放鞭炮都必须要这个放那种卫生鞭炮，对不对哈？不能够制造这个垃圾。好，我们就放卫生鞭炮。每一层都有人要 A 钱，没有错，真的就是这样子。可是被事实证明、被查核到事实证明的哈，目前还没看过。我们都知道是这样，但是到目前还没看过，到最后被查出来的。因为一直以来，国际的深层政府都把这些事情呢瞒得严严实实的。好，所以现在问题来了，这些人都知道自己会被查到，对不对？包括索罗斯当时啊，还被拜登颁予这个荣誉勋章，然后在场还有谁？我有看到希拉蕊啊，然后这些人为什么都跟索罗斯很好？民主党这些人为什么跟索罗斯都这么好？跟索罗斯的儿子这么好？不但去他家，好，然后呢，颁奖的时候索罗斯没有到场，是他儿子代理，但这些人都在下面鼓掌。如果这些人都有分到钱呢，川普会不想查吗？所以为什么川普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诡异的话？选我，选我，选我之后，你们以后再也不用选了。这句话绝对不是他可以推翻美国的宪法，他变成国王啦，你们以后不用选啦，以后变成川普王国，绝对不是。可是这句话也绝对不是没有意义。那现在你懂了吗？他就是告诉你，选我，我会利用这个Doge，我会利用盘查这些贪赃枉法的事情，我会把他们查得一清二楚。然后呢，你们以后真的不用再选了，你们以后不会再有这种矛盾啊！我到底要投给民主党，我还是要投给共和党？然后朋友之间还要在那边吵架，你们不用吵架了。以后呢，只有干净的候选人可以选，不再有什么两个烂苹果。你只有干净的候选人可以选，你们以后不用再选举了，你们不用做痛苦的选择了。这句话就有道理了，对不对？果然有道理啊。那这些人要逃走，要逃去哪里？所以川普选上，这些人没有办法在美国待下去，这是对的。待不下去了怎么办？有人说要逃到月薪，那当然目前还做不到。那哪几个国家可以逃那就要来盘查一下，跟美国有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有哪些？包括有签署这个国际的，就是国际法庭啊、国际公约啊，当然那个罪都很重啊。可是贪污舞弊这种洗黑钱的，这个都是算是万国公罪啊，所有国家都会支持去抓所以欧盟这些国家都不能去啦。英国当然不要说了，有人以前呢要逃走逃亡，就逃到墨西哥，逃到哪里？逃到加拿大，现在也都别想了。这几个国家都不行。逃去中国有可能，逃去北韩有可能，逃去俄罗斯有可能。普丁可能不管跟川普交情如何他还是会看美国的笑话嘛所以他还是愿意保护一下这些对抗美国在美国作乱的人。
跑去中国有机会，但是你要知道，跑去中国就会被中国的黑帮控制所以你贪污的钱呢，恐怕也留不住。跑去俄罗斯也是啦，有个地方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那个台湾因为跟各国没有邦交，所以我们大概都没有司法互助，我们也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所以跑来台湾，如果你护照可以进得来跑来台湾，就像博呱呱跑来台湾，那我们也可以帮你保护起来。不过如果是 A 了川普的钱的人跑来台湾，台湾敢不把人交出去吗？这个我就打一个问号了对啊，到底这些人移民要移民到哪里去啊？这个颇有这个感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泪下但是我们可以偷偷笑，这个好像有点不太那个那小时候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不是去扶一把，而是站在旁边哈哈大笑这个是人性的顽皮的一面这个也没办法。好，所以这些洗钱的团伙可能要好好的查一下，到底要逃到哪儿去啊太可怜了那这个也是嘛自作孽不可活嘛，逃哪儿去啊？没地方可逃了。好，所以呢有关于现在国际的局势每一天都有事情可以谈所以我虽然头晕晕我还是必须得谈，不然的话等到我完全恢复再来谈的时候，不知道已经落了多少题了。这些题目因为是叙大事，还不能不谈一天又不能谈那么多题，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那接下来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就让我下课吧好，我为什么头晕因为我去做了手术嘛，去做了手术，所以有麻醉。那我是一个酒量很好的人，可是我对于麻醉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反应的那个反应很强烈这个是我的问题。好，感谢斗内感谢斗内 Frank 谢谢你。然后前面呢也有谢谢，我看到了谢谢 John 斗内，感谢。然后感谢千鸟，斗内还送会籍。好，这几天呢可能就是要早点休息了等到药效退了之后，应该又是生龙活虎了谢谢哥哥敬仰早点休息。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今天早一点下课。真的感谢川普让很多人有新闻题目可以做，是不是？我们其实不怕没有新闻题目啦，因为你只要读懂他的意思，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就不会去追着那些无聊的小事情在那边跑。那些小事真的不值得谈，我们大事都忙不完了。那就好。对啊，我小时候是很调皮的。好，我虽然很有这个正义感，但是也有调皮的时候。怎么加入会籍可能要请大家协助帮忙这个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一边，明天呢一样有大事，这太多事情要说了我们继续来讲川普的事情真是讲不完。明天见啦，拜拜。